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今天讲讲《芈月传》原著。魏夫人是魏国嫡公主，可惜晚出生了几年，成为姐姐的应女陪嫁秦国。对此，她非常不甘心，不甘心自己为应女，不甘心儿子是庶子，不甘心娘俩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。她暗下决心，要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和儿子的命运。对于魏夫人来说，她成为秦王后，儿子顺理成章地成为嫡子，成为太子，成为下一任秦王，是她的奋斗目标，而她也是朝着这个思路去努力的。可以说，魏夫人的这个思路是正确的。魏夫人作为应女，想要取代姐姐成为王后，难度可想而知。一是亲情，能不能下得去手；二是秦国利益；三是秦王对立下一任王后的意思。魏夫人想达到自己的目标，又不能贸然出手，只能暗自筹谋，焦急等待。幸运的是，王后姐姐无子病逝，这对魏夫人来说真是好事。她隐隐看到了自己的出头之日。王后病逝，后宫中的女人不少，虽然都是应女，但是应女也有受宠的和不受宠的，地位也是有高有低的。但是无论怎么排，魏夫人都是极具优势的。她是魏国嫡公主，身份尊贵，背后是强大的魏国，又备受秦王宠爱，而且她生有儿子，儿子嬴华又很受秦王看重，所以很快她胜出了，被秦王委以管理后宫之事。后宫之事一直都是王后打理，现在王后病逝，这项工作落在了魏夫人头上。那么在她看来，她成为下一任王后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只是时间问题罢了。很有耐心的魏夫人一边尽心的管理后宫，一边耐心的等待成为王后的诏命。就在魏夫人自信的等待中，一道晴天霹雳毫无预兆的劈向了她。秦王要迎娶楚国公主为王后，一下子把她劈晕了，让她所有的梦想只能成为幻想了。这对魏夫人来说是致命的打击，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不能接受就只能争斗。秦王后只有一个，有芈姝无魏夫人，有魏夫人就无芈姝。魏夫人抱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原则，决定谋害芈姝。只要没有了芈姝，那么她的王后之位就有希望。可以说魏夫人的这个计划还是不错的，等于是釜底抽薪，相当高明。于是她遣人在上庸城对芈姝下毒，可惜下毒计划失败了。魏夫人是一个精于算计的人，并没有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她还留有后手，于是没有被毒死的芈姝在秦关道上又遇到了一渠的伏击，结果芈月异军突起，假扮芈姝引开了一渠的追兵，芈姝又一次死里逃生。魏夫人2次害芈姝不成，如果是一般人可能就算了，毕竟芈姝进入秦宫，成为后宫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者，魏夫人再想生事就不那么容易了，很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折了自己，还不如就此偃旗息鼓，安安生生的过日子。魏夫人如果就此停手，可以说她是一个识时务的女人，可是她没有停手，她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精于谋算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后宫女子形象。魏夫人面对芈姝这个王后，要想达成自己的目的，就必须把芈姝拉下王后宝座，再徐徐图之，否则一切都是零。于是她开始组队，与楚氏团队对抗。魏夫人第一次带领后宫众人拜见芈姝时，就利用交房殿和先王后用过的器具，给芈姝一个下马威。没有想到，芈姝虽然是一个软脚虾，可她的应女却个个牙尖嘴利，特别是芈月是一个难缠的角色，魏氏团队一败涂地，可是也让她看到了楚氏团队的作战能力，摸清了底细，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做，如何制定下一步的计划。能够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，仔细观察对手的弱点，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和对手之间的关系，制定作战方案，绝对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。而魏夫人恰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芈姝和芈月虽是亲姐妹，但是两人也不是铁打的一块，也是有间隙的。特别是秦王对芈月的兴趣和过分的看重，就令芈姝不舒服。魏夫人就要利用他们之间微弱的隔阂，分裂他们，这不失为一个好策略。如果运用得当，把这个得力臂膀砍掉，再对付芈姝就容易多了。当芈月暗查符节被秦王训斥，又因为一些事情与芈姝争吵的消息传到魏夫人耳中时，魏夫人转念之间就制定了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，让国美人去拦着芈月找茬，制造混乱，再让人把怀孕的樊长史引过来。结果让魏夫人没有想到的是，芈姝及时赶到，
逼迫国美人张捆自己以示惩罚。混乱中，樊长史被撞早产。樊长史被撞早产是魏夫人计策中的一环，米叔差一杠子不在他的计划中，但是魏夫人根据当前形势，瞬间做出计划调整的能力是一流的。她暗示国美人自杀打击米叔。魏夫人的计划非常成功。秦王听说樊长史早产是因为王后教训国美人引起的，非常不悦。后来又听到国美人因为王后的教训自杀，更是对王后非常失望，连带着对芈月也没什么好脸色。这第一步，魏夫人算是成功了，让秦王厌恶王后。魏夫人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王后在这个节骨眼上被诊出怀孕了，怀有嫡子的功劳抵消了王后一切的错处，这是魏夫人没有算到的。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这一局魏夫人算是输了。魏夫人一连输给芈叔2次，她并不气馁，越战越勇。她一边对付芈叔，一边还要想办法帮助魏国，让公孙衍离秦归魏。毕竟魏国是她的母国，她还要依靠母国。结果她没有想到的是，就是这一次让她彻底输了。公孙衍离秦归魏，让秦王恼怒之极，把一腔怒火全部撒在了魏夫人头上。先是把他儿子迁出后宫，嬴华身边的人全部换成秦王指定的人，再把他身边所有人都拉去审问，只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暗黑的披香殿里，恐慌又着急地等待着。一瞬间，他从高高在上的魏夫人成了一个被秦王抛弃的女人，连身边的2个小丫头都是秦王派过来监视她的。魏夫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谓是跌到了谷底，再无翻身的可能。可是这个女人是不甘就倒此下去，有一丝希望她就不会放弃。经过痛定思痛，她决定扮弱装可怜，引起秦王的怜悯之情。她带着监视她的2个女仆，在花园里偶遇了芈叔，以言语刺激自大又无脑的芈叔，使芈叔在愤怒之余把其中一个比较伶俐的女仆打死了。然后魏夫人在花园里无助地哭得死去活来，果然引起了秦王的怜悯，把原来在他身边侍候但没有犯事的仆人又放回他身边。魏夫人的这一计实施得相当成功，不但引起秦王的怜悯，放回一些原来在他身边的人，又陷害了芈叔，让秦王对芈叔的好感降了一些，并且让秦王看到芈叔的心胸和无脑。魏夫人一箭双雕的计划实施的真是炉火纯青了。有了自己人的魏夫人又可以继续奋斗了。她知道自己这次凶多吉少，可是不死就有希望。她让人带重礼请教张仪该如何翻身。得到提点的魏夫人也是一个人物，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，是一个很果决的人物。为了自己能翻身，为了儿子的前程，她含血上书，让儿子嬴华作为监军，随张仪领兵攻打魏国，以此表示自己对秦王的忠心。这对他来说是艰难的抉择，也是滴血的选择。可是他已经无路可退，在与秦王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，在他要继续依附秦王的情况下，他再多的计谋也使不出来，他只能断臂表忠心。果然，他的上书有了效果，秦王愿意见他，愿意再听他说话，让他继续保有夫人头衔。儿子领兵打仗，只要儿子有了军功，他的地位就是稳固的。他的这一步棋虽然走得痛，但是他总算翻身了。可是他再也依靠不上魏国了，而且没有母国做后盾的后妃，想要成为王后基本没有可能。在战国时期，国与国联姻都是在利益的基础上，就像秦王娶魏王后是利益，娶芈叔同样是利益。而魏夫人让儿子监军攻打自己的母国，等于失去了母国这个依靠，所以她再也不可能成为王后了。后来嬴华被分封，成为太子的可能性也没有了。意识到这一点的魏夫人，把自己成为王后的目标换成侄女成为王后的目标，继续奋斗，算是退而求其次。魏夫人与芈叔的多次交锋，两人已成为敌人。等秦王死后，嬴荡成为秦王，芈叔成为母后，魏夫人的下场可想而知。可是如果设计自己的侄女成为嬴荡的王后，那么芈叔想动她那就不太可能了。魏夫人的这一步棋虽然不那么光明正大，但是对于充满阴谋的后宫，对于不是在考虑阴谋就是在设计阴谋的魏夫人来说，根本不算什么。于是她把自己的侄女魏仪招到秦国，然后让她日日在嬴荡经过的小花园弹瑟，把嬴荡迷得非魏仪不娶。魏夫人就是魏夫人，目标明确，思路清晰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。她主动放下身段向芈叔结盟。此时芈叔正在为芈月和嬴驷伤脑筋，
正在为儿子的太子之位费尽心机，现在有一个超强助力来帮助自己，为了儿子的太子之位，芈姝答应了。就这样，魏夫人的计划成功，魏仪嫁给了公子荡。没多久，公子荡成为太子，魏仪成为太子妃，嬴荡成为秦王，魏仪成为王后，芈姝成为母后。芈姝弄死了国美人，弄死了樊长史和他的儿子，而他曾经的死敌魏夫人却好好的活在后宫中，这也是魏夫人算计的结果。如果没有后来嬴荡举鼎而死，诸子争位，魏夫人可能就这样一直活着，直到寿终正寝。可是没有如果，诸子争位，芈月和嬴稷胜出，稳定了大局。魏国把魏仪接了回去，抛弃了他。儿子在外举兵造反，他被芈月软禁在后宫，他前无生路，后无退路，想明白了所有结果后，果断了断了自己，结束了自己。魏夫人，她不甘心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，她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王后，儿子成为太子，成为秦王，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为了这个目标，她一生都在争斗。无论在生命的巅峰，还是无望的低谷，她从来没有退缩过，也没有停止过。只要一息尚存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她就像个斗士一样勇敢地向前冲，精心的算计，一步一步地实施着自己的计划。阴谋也好，争斗也罢，都有点暗箭伤人的意思，不那么光明正大，让人喜欢不起来。可是看完《芈月传》原著，对于一生都在算计，都在争斗的魏夫人，胖妮竟然有一丝欣赏之情。虽然很多阴谋令人不齿，可是她这种不死不休的斗争毅力倒是值得学习，这种不死不休的斗争精神也令人欣赏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